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周二，美国参议院以国家安全为由通过了一项法案，将迫使字节跳动出售旗下的 TikTok 应用，否则直接将其封禁。周三，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该法案，使其成为法律。TikTok 承诺将挑战这项法律。该公司 CEO 周受资在视频中对美国用户说，在 TikTok 上的言论自由反映的和使美国成为自由灯塔是同样的价值观。他说，我们有信心，我们将继续在法庭上为你们的权利而战。事实和宪法都站在我们一边，我们期待再次胜利。正好几周前，曾经在字节跳动和 TikTok 都工作过的 C 先生找到我，说他想谈一谈他对所谓当下中国最赚钱的互联网公司、最成功的出海公司的一些思考。他去年从 TikTok 离职，过去几个月一直在反思这家公司和中国互联网平台存在的问题。他说，思考这些问题能够帮助他成为一个更好的公民、员工和朋友。在这期谈话中，我们讨论了互联网从业者对平台的社会影响力的盲区是什么，字节和 TikTok 的员工是否用抖音这些短视频应用， TikTok 是大外宣还是地缘政治的受害者，他认为美国国会是否应该封禁 TikTok， 以及他是否推荐年轻人进入互联网行业。这个谈话是4月22日周一录制的，也就是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之前。C 先生你好，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你自己呢？你好，袁丽姐，不明白播客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C 先生，我是生在东北，然后在北京读书，后来又去了美国求学，回国之后呢，在国内的一些大的互联网公司工作过，在阿里啊，在网易啊都工作过，后来呢，在字节跳动跟 TikTok 大概工作了4-5年吧。你在字节主要是做什么呢？我做的事情也比较多，然后主要有几块的事情。第一块是这个用户增长，对，就是怎么样去拉新的用户。第二块呢，就是说内容治理，比如说有人发了不该发的东西啊，或者是说了不该说的话呢，我们会封号啊，或者是删评论或者限流。最后呢，就是有电商的一些治理经验，比如说有些商家呢会卖一些假货啊，或者是违禁品之类的，对，那我们这个都会管。那你可以说你是在那边是一个程序员，还是一个产品经理，还是一个你具体的这种的角色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叫程序员鼓励师，其实就是产品经理了，因为就是我们要求着别人干活。那你在国内这种的好几个所谓的大厂、大互联网公司工作了这么多年，你能总结一下国内互联网行业的这个文化吗？我觉得文化有2点比较突出的，就是一个是加班比较严重，这个大家可能都也有所耳闻吧。举个例子，就是2022年的2月份的时候呢，字节其实有一个员工很不幸，就是他去健身的时候去世了，我们内部传了很多消息，后来媒体也报道了，就是因为平时加班太严重，心肌梗死，很不幸就去世了。当时就是这个事情震动比较大吧，所以有人就后来也说是字节跟这个心脏只能要一个跳动，挺悲惨的。对，还有就是我亲身的经历的，我身边的特别 close 的朋友，也是字节某个部门挺核心的一个职位吧，然后他就是加班特别多，平时都是到半夜那种，无时无刻不抱着手机，还有好几个手机。然后呢，有一天晚上就加班的时候，在中航那个总部就突然间晕倒了，还好在公司的工作环境，这同事们就把他送到了那个北医三院的 ICU， 然后抢救过来。你自己当时记得加班最多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一周工作多长时间，然后一天大概工作多少小时呢？我当时加入字节的时候是2018年，那个时候是基本上是强制大家是大小周。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什么叫大小周，就是每隔1周的周日是要上班的，但这个只限于中国大陆，在国外是没有这个事情。那到2020年末的话，字节取消了这个大小周。那你们每天大概什么时候到办公室，然后一般要工作到什么时候？然后有没有鼓励你们加班的这个一些措施呢？一般是10点钟会到，我记得18年的时候是比较晚的工作，大概就是9点10点啊，甚至深夜都有，因为大家手机上都有这个软件，然后电脑也会抱回家嘛，所以就其实是无时无刻不在盯着这个工作的，甚至有同事就会加急嘛，就其实不是很要紧的事情，就会加急一下，就打电话呀或者发短信过来。对，我快离开字节的时候，当时有一段时间，
那个时候可能每天7、8点钟走，就你看7点8点办公室是不会没有人的，就大家都还坐在那里。那我认识的有些运营部门的时间会更长，比如说到深夜呀，甚至到1、2点钟。接下来就是除了加班加的比较多，还有什么样子的方面的特点呢？对，我觉得第二个，不论是字节还是阿里吧，这个大的公司的这些信任感确实是很严重的，就感觉工作的话就是一场大逃杀一样。或者前2年比较火那个鱿鱼游戏，就你很难去跟同事建立真正的信任。英国的有些同事，《金融时报》也报道了嘛，有一句话我特别认同，他说你的努力不是来自于信任，而是来自于恐惧。那这恐惧会有几个方面了，比如说很多人不敢休假，或者大陆的假期没有那么多，大家也不太敢休。那海外的假期呢可能会多一些，但大家很多时候这个假都累到好几年失效了，也不会休掉。为什么呢？因为你休假了，这活回来就没了。这么可怕？对，因为它内部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叫不设边界。那不设边界一开始早期是怎么回事呢？张一鸣创业初期嘛，就是要让大家这个不要只想着你这块事情，你要站在公司的视角上啊，你要看所有的事情啊，就鼓励大家去多思考嘛。但是这个就被滥用了。我们内部有个说法，就是你被谁谁谁不设边界了，就是你的活被谁谁谁抢走了，就是没有安全感。再一个就是360评估，我相信很多别的公司也有，就是你要让你的合作方嘛打这个绩效，就内部的合作的同事是吧？对对，但这个东西不论是阿里还是字节尤其严重。这2年有些领导呢，或者是小的 team leader， 他会找一些你工作中明显有利益冲突的人，或者是没有那么强关联的工作关系，跟你关系没有那么好，就给你打差绩效。这个时候呢，就会变成故意打低绩效的一个借口，差评是吧？然后这样会影响到你的这种的收入啊，你的这个对年终奖哦。说句不好听的，其实就是或者发动群众斗群众，对，但这个就是常见的一个管理手段。比如说361，什么叫361呢？就是30%的人打好绩效，60%人打中等绩效，剩下那10%的人要淘汰。怎么淘汰呢？你2次拿这个1，不好意思，那要谈话了，要劝退了。那其实大家都不想当那个1。那怎么办？工作中就互相穿小鞋，互相拍领导马屁，对吧？争着不要当那个1。大家好，我是袁丽。你们刚才听到的精彩对话背后有一个团队的努力，感谢那些已经积极捐助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的大力支持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免费的播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捐助的队伍，让不明白播客能够更持久地陪大家走下去。欢迎听众朋友们到我们本期的内容简介里点击支付链接，或者访问我们网站不明白.net 的捐赠页面。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一直都有一个困惑，因为我以前一直其实在报道中国的互联网行业，我就很困惑的一点就是字节它是作为一个相对比较晚成立的比较年轻的一个公司，它为什么可以发展的那么快？就是说它的用户增长，我记得它那会儿增长特别厉害的时候，就眼看着它就超过了腾讯。你能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可以发展的这么快吗？我尝试着用我的视角去总结一下，但可能不是那么全啊。字节有个名言叫什么？叫大力出奇迹。说白了就是集中优势资源，快速占领这个市场。实际操作上面呢有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它业务模式特别简单，就主要就是说用信息流的广告这个模式呢去吸引流量，然后再通过人的这个隐私啊或者非隐私的数据给用户打标签嘛，再把这个流量卖掉。在这个模式之上呢，再去做各种各样的尝试，就不论用什么方法能够把这个大力用上去，然后这个奇迹就能出来。我总结它其实是百度搜索广告在 PC 时代的一个演进吧，本质上它还是一个广告模式，但不是百度那种基于 PC 的搜索了，而是说基于大家用这个信息流去划了几个视频之后呢，可能这大家都知道你喜欢什么了，个人的性别啊、年龄啊、有没有孩子啊、在哪工作啊、收入多少，这个都算出来。算出来之后呢，就定向去推这个广告，那这个效率肯定是比搜索那个要高一些的。而且移动互联网它的覆盖率肯定要比 PC 高嘛，这个是它这个业务模式。然后具体操作上呢有几个点，信息流这模式还不够，还需要用一些容易上瘾的内容，用一些这个 slot machine 这种老虎机啊或者这种赌博的心理学的设计去让人上瘾。上瘾之后呢，这使用时长又增加了嘛，那其实本质上就是榨取用户的每1分钟的时间，就你所有的时间那我都让你碎片化，你越碎片越好。我记得当时这个 CTO
在做面对面的时候，有句话说，碎片化的时间这个趋势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你看地铁里啊，或者走路上啊，都在刷手机，对吧？你能说一下什么叫老虎机模式呀？这个是你们内部就会说的吗？这个不会，这个只是有一些报道的话，我自己看到过，但它本质就是不确定性。所谓的赌博，就是你不知道下一个是什么嘛。那短视频跟传统媒体之所以不一样，其实本质上就是说，你没有办法预测下一个是什么。你15秒的时间、30秒的时间。你不喜欢的话，你可以滑到下一个。有人说类似于电视换台，但电视那个台还是有限的，比如中央1到中央13或者10几，它就是10几个台。但你短视频这个，它是一个快速的刺激，你这个不好看，我滑下一个，那下一个是啥不知道。就是那个《阿甘正传》里说人生是一个这个巧克力盒，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是啥。现在这个短视频就是你可以在1天1小时之内，甚至是这个1分钟之内体验不同的生活、不同的人生。而且这个是不确定的，就类似于俄罗斯转轮盘啊，或者是这种具有随机性的这种游戏嘛。而且这个早期的这个 TikTok 跟抖音的设计，它是没有时间的，读唱力也没有时间，对吧？你不知道你花了多少时间，所以你不知不觉1、2个小时就过去了。包括现在就视频号也好，或者是快手，其实都是这样以同一个类似的模式吧。对，那我们再回到刚才我问你的问题，就是字节为什么可以发展的那么快？我在想，就是像腾讯和字节，其实是现在是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吧？在中国的市场，那腾讯作为这么大的一个公司，然后它也是有非常多优秀的工程师，它的很多产品也做得非常的好。那为什么字节可以这么快的超过它呢？为什么字节当时那么成功？眼看着它这个 DAU 从1个亿到2个亿到4个亿到5个亿。DAU 是什么？你说一下。DAU 是 Daily Active User， 就是日活用户，就每天活跃的用户量都是上亿级别的嘛，日进斗金不夸张。那除了这个让人上瘾、极致压榨用户时间之外，还有什么呢？那我总结就是说，极致的压榨员工，就是把员工的时间也榨干。那具体怎么做呢？就是他用高于同行30%到50%甚至更多的这个薪水啊，定向挖人。你不是做这个视频号了吗 ？OK， 那我就把你挖过来，给你50%薪资涨幅。但是大家也开玩笑，字节的公司就是入职即巅峰，因为给的高嘛，那后面涨薪其实就很少。同时，它又鼓励内部赛马，比如说我同一个事情呢，我招3个人、招5个人，甚至招10个人在做啊，就所谓的不设边境。这种激烈竞争下，就我刚才说的那个文化，你这个休个假，然后工作就没了，被人抢走了，不是说真的抢你，而是说这活本来就有10个人做。我们是双周迭代嘛，当时。就每双周发一个版本，你这个双周去美国、去欧洲休假，你这个版本上了，人家这个策略或者是功能吸引了用户更多，那可能你这个绩效就不好了。这种激烈的、残酷的内部竞争，就有点像游戏一样，看谁能够把内部的竞争对手打败。这就是第二点，就是极致压榨员工。我觉得总体来讲，公司信奉一个格言或者一个原则，就是说不看成本，看 ROI。ROI 就是Return on Investment， 投入产出比嘛，就是说我用这个高价挖来的人，投入了各种各样的策略，用精密计算的策略，基于隐私、非隐私的数据，给用户打标签，极致的产品功能，还有推荐算法，用一些统计学的，比如 A/B test， 快速去试，就是这个功能不行，那我就马上下掉，我用那个行的功能，然后最终呢，去让人上瘾，让人去投入更多时间，最终去实现它的这个广告收益的增加。我16、17年还在报道中国互联网的时候，有一个中国的网络新闻网站的一个 CEO， 他说那个时候大家都被字节逼得比较紧，那会儿还叫今日头条。他说因为字节他对于用户时长的追求太疯狂了，然后他把所有人的底线都拉低了，就说他搞得那么 low， 我们也必须要跟他走的一样 low， 就是把这个内容一定要庸俗化、低俗化，这样用户才可以愿意更多的在你的这个 app 上花更多时间。是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吗？从你们内部来说。对，我觉得确实是您提到一个很关键一点，除了就是我刚才讲的这种上瘾机制啊，它的内容呢就确实是会有低俗化的这个倾向，比如早期它都内涵段子，对吧？广电看不下去了，关停。后来就死灰复燃，就起了一个别的名，内容账号都通过去叫 PP 加，其实就是内涵段子。抖音一开始怎么做呢？据我所知啊，就抖音早都是发那种，你说软色情也好，你说好看的视频也好，就人类的基本需求可能就是这方面嘛，所以年轻人就一下子铺开了，慢慢的就把这个话题打开。所以整体上来讲，我觉得它还是说不在乎内容质量怎么样，我能把用户引进来。除了这个内容质量差或者内容质量庸俗化或者是擦边之外呢，还有一些别的，比如说我用高于竞争对手更高的广告投入。你拉一个人花5块钱 OK， 那我用10块钱拉，那渠道都把这个量给我了。所以早期它可能就是大力出奇迹，也在于说我不在乎亏不亏钱，我先亏钱嘛，我先亏钱之后把用户都引进来，然后把对手都干死，把对手都耗死。
然后呢只剩下我了，我垄断了，或者跟快手怎么样垄断了，那所有的广告主都要找我，因为用户量在我这儿，所以他最关心的还是他的 DAU 啊 MAU 啊，就是 monthly active user、daily active user， 把每个用户的所有的指标都量化。比如说我们有几个指标，说生命周期价值，说这个人一直用我的 app 大概能给我带来多少钱，还有这个 average revenue per user 之类，就都把这个量化了。对，ARPU。那我们接下来讲张一鸣2016年接受过财经杂志的一个采访，那个采访几乎是他接受的最后比较大的采访，因为从那以后他就不太说话了。那次他说的还是比较坦诚的，其中呢他说过一句名言吧，他说少数精英追求效率实现自我认知，但大部分人是需要围绕一个东西转的，不管这些东西是宗教、小说、爱情还是今日头条，用户是需要一些沉迷的。我不认为打德州、喝红酒和看八卦视频有多大区别，人总是要沉迷一些东西的，有人是打麻将，有人是爱情，为什么不能是今日头条？你觉得他的这个愿景实现了吗？你怎么看他这个愿景？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棒。这个文章其实我当时也看了好几遍。我觉得从用户量跟广告收益来讲的话，它其实实现了它的目标，因为它的目标很简单，就是最大化广告收益。现在日活月活几个亿的用户，海外这么大的用户体量，然后日进斗金都比较保守了，包括他在电商也做得不错，对吧？然后也抢了这个阿里的生意。但是我觉得就是极致的控制理性，还有就是伪善了，因为它内部总讲一个词叫什么，叫延迟满足感。我不能说沾沾自喜啊，有点成就就拉倒，我得追求更高的目标，对吧？那你就不能把自己沉浸在短期快乐里面。但他给别人喂的其实就是精神鸦片嘛，对不对？我是觉得判断一个事情它道不道德，也不要扯太复杂，就是说你不能把自己的财富幸福建立在别人变得更不好的这个基础之上，不能就把别人当成自己牟利的手段了，然后自己觉得自己都不用的东西，有害的东西给到别人来用，甚至鼓励别人用，甚至引诱别人用，对吧？我觉得关键这公司的价值排序上呢，股东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员工啊用户啊其实是往后排的嘛，所以是追求用户体验的机制，但是呢它并不为它内容的质量负责。我觉得做传统媒体会比较难受，因为这就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嘛，看谁的声量大，看谁更低俗，看谁引的流量更多，把流量都引过来啊，我又是免费的，对不对？同时呢，员工就是这个一号品，就是用完就扔的一号品嘛。你们内部就比如说你不管是在自己还是在后来在 TikTok，你们有没有讨论我们究竟在做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生产让大家看这么多无休无止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没有什么养分，甚至是有的是错误的，有的是误导人的，什么什么之类的。你们大家讨论这个问题吗？有些人会讨论，有些人会避而不谈，有些人会就是捂着耳朵偷铃铛。对，大家每个办公室都贴了公司的新的这个愿景，叫什么？叫 Inspire Creativity Enrich Life， 叫激发创造丰富生活。但是我没有办法想象啊，你如果一天都在刷抖音，不是你刷4-5个小时抖音，刷到半夜，你怎么样激发你的创造力？反正我自己我就是只觉得脑袋疼，或者是我觉得我会变傻，我自己也没有装这个 app。你以前也没有装吗？你在那工作的时候也不装吗？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因为你工作期间你用这个 app 是不可避免的嘛，因为你要测试，对吧？我们当时在字节，当时总部中航广场有同事就是排队打饭嘛，他们就聊天，某一个程序员就说，然后我昨晚上那个刷抖音刷到3点多，然后实在受不了把它删了。自己做这个 app 的他也受不了，他最后也删了。我觉得更过分的就是说 CEO 周受资嘛，那去年的时候3月份在这个国会听证，有个议员就问他说，那个你接受媒体采访，你说你不给你们家孩子用这个 app， 那是为啥呢？ CEO 就说了啊，因为在新加坡呢，我们没有这个适合13岁以下的这个版本，那我们家孩子都没有到13岁。我觉得这也是捂着耳朵偷铃铛。你青少年模式它不是一个强制认证的，它就是你自己声称的嘛。你甚至拿这个家长的这个身份证什么的，很容易就绕过去了。或者有些家长，有些甚至就是父母不在身边的爷爷奶奶带的孩子，他可能就是为了让孩子不吵不闹，就把手机给孩子了。那这时候这个青少年认证是没有任何效果，他不可能不知道这样绕过这个验证的一个机制，就是它是有一些验证是验证你要满18岁你才能直播嘛。但是你只是使用这个的时候，它是完全不需要你强制验证你是青少年或者未成年。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他自己不给他孩子用，对吧？那全世界孩子用，就和硅谷不少的这种高管了，这种公司的创始人了，他们自己的孩子也都不用他们做的这些社交媒体的平台的 app。有时候你想啊，就这个人他很有能力，读书读得很厉害，你不论是家庭背景好的，还是说小镇作曲家，所谓的拿了这个顶级学校的，甚至海外的文凭，然后做的是这些内容，给用户看的是这些，自己就是为了这个几个月的年终奖，或者是最多100个月或者多少年终奖，去默默的把这个不太好的东西给到别人。我觉得，最可悲的一点就是有时候你看到老人小孩在用，还有这个极速版嘛。说老人小孩在用，我先加一句吧。现在的字节跳动，它最开始起家的时候叫今日头条，是做一个新闻的 app。实际上，它最开始的最主要的用户是老人。我记得当时我们很多朋友都跟父母说不许用今日头条。对，然后你再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极速版是怎么回事？何止今日头条啊，我让我爸我妈什么这个拼多多啊，什么抖音、快手都删掉，但是有时候也管不过来嘛。我每次打电话的时候不要看那个东西都是假的。但我回到这个极速版，极速版是什么呢？其实就一开始这个模式是趣头条发明的，就是你看东西我就给你钱，你看视频看文章看了20个给你1块钱或多少钱。它的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就是你这1块钱怎么样能赚回来，就是你看这20里面可能有几个广告，只要这广告收益超过1块钱了，我这个模式就是赚钱的嘛，就所谓的额外为正或者是不亏钱。那我就可以随便什么内容，我只要是能吸引眼球的，那我就推给你。那后来这个抖音快手看到那这挺好，那头条极速版、抖音极速版、快手极速版就接踵而生吧。那它有2个特征，一个就是说沿袭了趣头条的这种给钱的模式，你看就给钱。第二个呢，因为它针对的是这些下沉市场，就是说愿意花时间换钱的可能更多是下沉市场用户。那下沉市场用户呢，他的手机设备可能没有那么好，所以他要设计一个体量更小的 APP。比如说正常抖音的 APP 可能是假设500兆或者1个 G， 对吧？那极速版我们就要把它设计成50兆或者100兆，你可以轻松的装上去，即使你设备不好，因为这个它叫极速版的，但本质上它还是趣头条的模式。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自己的工作性质或者是你供职的行业和公司产生了这个质疑呢？你有什么具体的这种影子吗？其实在阿里的时候就觉得互联网这个公司的文化是比较窒息的，因为这种361的这种淘汰呀，然后用这个员工之间的互相斗争、互相践踏来管理公司，我觉得这本身就是让人不舒服，而且阿里的江湖气很重。但是我当时进入这个行业，我觉得就未来还充满希望嘛，觉得这个没有那么严重。大家都在说到大平台去上大舞台，对吧？去有更多的影响力，得去大厂有光环，工资又高，虽然说工作累一点，但年轻嘛，对吧？拼一拼。但是我觉得自己后来呢，就感觉更像一个精密仪器里的螺丝钉，就感觉自己很容易就报废了，或者被换掉了，就没有任何的人文关怀。说白了。你到字节就是你说的从第一天开始也没有任何公司的培训，也不告诉你公司的文化是什么，反正你就开始干活，就这样是吗？那个时候也太早期了，后来可能有些培训都是来了就用，用完就扔，就是等你报废了就扔掉了。所以你看字节的这种周转率，但最近我不知道，之前的话大概了解到平均就1年半就走。那你可以前后坚持，但是有2段了，差不多有4年是吗？对，我觉得有几个时间点吧。一个时间点就是说2020年的时候，抖音的这个 DAU 其实那个时候已经不怎么涨了，已经就是到顶了，所以他才开电商开别的业务嘛。但是我觉得呢，就自己做这个事儿呢，你做得越好，你反而就是害了更多的人，因为我觉得你对老人小孩这个保护是不够的嘛，所以就当时觉得挺没有希望的，或者挺无力的。但后来也去做过一些别的尝试，比如去教育行业，但是国家马上就双减了嘛，就掀桌子了嘛，对吧？就不让做了嘛。对，那后来就是也有机会出来啊。出来之后呢，其实加班是更严重的，因为这块业务公司也催得比较紧吧，然后当时管理也非常的混乱。当时我觉得有一个时间点是2022年的时候，《金融时报》那个报道对我印象比较深，就还是刚才那句话，你的所有努力来自于恐惧，而不是信任。再往后就是字节就定向挖了很多这种阿里巴巴呀、拼多多的员工，当然他们都有他们企业文化的问题带来之后呢，更多的问题。我举一个例子，就是严重缺乏信任感的例子。因为国内你知道，不论什么级别，可能都会被敬业。前2天还有新闻说，拼多多的没有任何团队啊，刚工作不久的一个年轻人吧，他就
被竞业了嘛，竞业之后就被公司告了。那回到这个公司，就很多他在杭州、在上海定向挖的这个阿里巴巴的人、拼多多的人，他来了字节之后呢，他永远不会露脸，头像永远不是他自己，名字是假的，开会甚至要用变声器。当时为了定向薅嘛他，所以把办公室设的离阿里很近，因为你定向把人家人薅没了，这个阿里啊、拼多多就雇这个私家侦探去字节跳动的这个办公室楼下去拍，连续在车库拍到你这个好几天了，那就可以作为证据说你违反了竞业协议嘛。那你想这个人和人之间你又不能露脸，声音要变声，甚至都不来办公室，都用假名，对吧？那你怎么样建立信任呢？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特别荒谬的一点。你没有办法相信，大家本来就已经工作就互相内耗啊，权责不清到这种严重程度了，而且你这个人简直就是说就不是一个真人，就像一个机器人在背后一样。对我震惊比较大的还是23年3月份，周受资去美国听证，就是国会议员问他问题。周受资就是 TikTok 的 CEO， 他的很多话呢，基于我的认知可能跟事实是有出入的，但在他那个位置上他又不得不这么说，所以我感觉他是很别扭的。当一个人在说假话的时候，或者是说一些违心话的时候，他的表达是有问题的。举个例子，就是刚才那个不让他孩子看 TikTok 嘛，当时内部有一个比较高级别的 HR， 他就说，你看我们 CEO 这个听证会几个字总结，美强惨，美就是美丽的美，强是强大的强，惨就是这个惨烈的惨，就感觉在夸他嘛。是在夸他吗？就说他长得美吗？长得面容姣好嘛，对吧？强是觉得他做的不错吗？对，就觉得就是忍受住了这个美国议员的霸凌，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合理的问题啊之类的。惨就是说，哎呀，你看我们这个长得又这么好看，然后又被霸凌的，哎呀，这太惨了。其实就是塑造人设嘛。那你当时听到了以后是什么感觉呢？就哪里有点不对劲儿，觉得就有点扭曲，就觉得整个公司就是为了这点利益，为了这点广告收益，把所有的事情都塑造成了虚假一个形式。就总体上来讲，我觉得就是掩耳盗铃了。就好比是说那个之前315曝光那个说安徽的某个厂家做预制菜，然后用的都是槽头肉嘛，央视的记者还是什么去偷偷采访说你们吃这个，那我们才不吃，是这个感觉。但他又是美强惨，又表达出来一种你看我们多厉害，我们经受住了这个拷问，我们在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夹缝中求生多么不容易，多么的强大，对吧？就是感觉有一种优越感。我还是想问一下，就说你们同事之间谈不谈就说我们生产的是垃圾，听你的话来说，就是实际上就是在互联网或者这种科技行业的从业者里面有一个这个盲区，就是他们看不到自己生产的产品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性质。首先我想说，就是很多事情没有非黑即白的，就是抖音上的东西也不都是有害的，TikTok 上的东西有很多也很有意思，但问题就是说它的分发逻辑，它的这个对内容的这种审查或者是质量的把控是不够的嘛。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重视这个内心的一致性。就刚才他让我不舒服点，就是他不真诚，我自己是不能够容忍的，或者我觉得是底线的问题。那回到你刚才说这个盲点的问题啊，我觉得有2个盲点。第一个盲点就是盲目的相信技术，多数公司的这个同理心是不够的，都是在用工具理性去把用户当做手段啊，然后去获利嘛。其实张一鸣在之前那个采访里也是，我们是做技术的，我们是做平台的，我们是加快信息流动的，我们是提高这个信息生产效率的。那信息本身怎么样，那不是我们的问题，这是用户自己的问题，这是在开脱了。这个底层的逻辑更多就是说，他公司从上到下的人文关怀是极度不够的。因为我们中国人上一辈人80后90后很熟悉嘛，就是你学会数理化，走为全天下嘛，对吧？那本质上就是个丛林法则。我能赚到钱，我能把这个 app 做的用户量比较大，那我就是赢家。我觉得还是你跟这种传统的传媒啊，或者是金融啊，或者咨询相比的话，它的文化积淀还是比较少。我想补充一点，对同理心这个事情，《天龙八部》里面特别有名的一个单集就是扫地僧那个单集。他说这个慕容博，这个什么萧远山，这个鸠摩智，你们偷着来学这个经书，你学的经书都是招招致命的这个少林绝技，但是你不学佛法，就是什么法华经都没看，把自己练成内伤了。哦，练成内伤。对啊，那后来不都是说走火入魔了吗？就是你的能量越大，如果你没有那个慈悲心，你不仅给别人带来灾难，你可能也给自己带来灾难。你讲这些是讲你以前的同事，还是说是像张一鸣这样子的人，周受资这样的人呢？我觉得能量越大，级别越高，他的责任越大。很多时候领导或者是这个公司创始人，他是定这个价值观跟调性跟定品位的。对，底下的人大家可能大多数还是混口饭吃，有的人比较刚，比如说像我这种就可能就走了。
对，有的人因为还有房贷呀，还有家庭要养啊，还要生活嘛，对吧？那大家也可能也没有别的去处。我觉得大家内心都不是坏人，大多数人都不是坏人，但是大家都逐渐的变成了一个帮凶，或者自己也是受害者，同时也是加害者。是，就是公司把你工具化，对你自己也把自己工具化了，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这种的道德上的一个底线吧，这个不是一个考虑的重点。还有一点就是，实际上就是像字节，它也可以说，哎，我们雇了中国可能最多的内容审查的团队，是吧？对对。最强大的，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说他做的内容审查和这个你所说的这种的同理心，或者是这种的对自己在道德上的，或者就是公司伦理上的这样的一种要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这个问题很棒啊！内容生产类的行业 ，UGC 平台就是用户生产内容平台，每个平台它都有这个内容安全团队。外企比如 Google 啊 YouTube 它叫 Trust and Safety 信任与安全。对，大家解决都是底层的安全问题，比如说最底层的不能有儿童色情，不能有自杀上吊不能有毒品，不能有各种各样最底线的问题。但是除了这个最底线问题之外呢，那他可能管的就不多了。比如说有2类信息，就是一个就是 misinformation 错误讯息嘛，第二个就是不实信息，一个是 disinformation。我觉得很多平台都在用这2类，尤其是后者去谋利，稍微歪曲一下事实，稍微说一些部分的事实，或者稍微用一些博眼球的民粹的极端化的言论，对吧？提供情绪价值，在传统媒体看来都是底线，就是不能说的，或者是你没有求证过的，或者严重有偏的，这是不应该报道的。但是问题是，短视频或者是 UGC 平台，它就是用这个去吸引眼球嘛。包括这个 TikTok 听证会上一个争论焦点就是说，根据美国的这个通信规范法，就是 Section 230这个法律，对互联网平台的约束是不是要豁免？那背景就是说，30年前这个法律通过了，为了促进互联网发展，我们把互联网平台豁免掉，就是平台上3方的用户、别的用户发的内容，平台是不需要担责任的。但是问题是，现在的这些平台，它是基于推荐算法的用户生产内容平台，它可以让你先看到什么，后看到什么。看到什么主题多少次，这就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说我像 Craigslist 上一样把所有的这个 car listing 放在这里，不是这样的。你这种排序权重的这种降低啊或者升高啊，本身就是一个边际的行为了，就是 elite 的行为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想用这个法律去豁免，想用这个宪法的这个言论自由的第1修正案去豁免，那其实是说不通的，因为你本身是一个偏向于一个出版信息内容分发的机制的这个机构了，那你怎么能够豁免自己对不实信息跟错误讯息的这个责任呢？所以说这个字节跳动它雇佣了那么大的一个叫信息安全或者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删稿的这样子的一个团队，他们最大的目的是做什么？你认为？我觉得2类事儿啊，一类事儿就是我刚才说的底线问题不能有比如说自杀上吊的，当然有过这种 case 啊，他的这个视频一旦到了一定播放量之后呢，他会全量的去过人工审核，然后这是一类。第2类的话就是一些政策上的要求，比如说那不能有反动言论啊，那这个在国内比较主要。对，就是政治性的这种的言论的审查可能是更严格，是吗？对，这个跟微博啊，跟那个别的平台是一样的嘛，这个都直接对接网信办的，直接对接这个敏感词词库的。对，用的方法都类似了，比如说你发了一个东西只能自己看到，你可能还不知道只能自己看到。前几年中国政府也对互联网的一些平台进行了，你可以说是打击，它也可以说是加强了监管。你觉得这个效果是怎么样？它的目的和让它的成为一个更负责的公司这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还有你们当时不管是在字节还是其他的公司，你们内部的员工大家都是怎么来讨论这样的监管的？内容类的平台监管一定是红线，就是国家要求的一定就是你不能触碰的，所以更多的时候会做 self censorship， 就自我审查，甚至国家没有说你什么不能用，那就是行业里面有什么敏感词词包啊。那还有什么呢？你们内部有没有讨论当时的？当然这个监管是主要针对阿里巴巴呀、滴滴呀这样子的一些公司的。在美国很多人说，哎，你看中国政府多么厉害，敢于也愿意去和这些的大的这互联网平台去挑战他们，规范他们的运营方式什么的，就说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子？大家都怕，就是大家几个逻辑嘛，闷声发大财，你就别惹政府嘛，对吧？第二就是说，你要自己把这个事情不惜一切代价，把内容安全底线的问题做好，自我审查的非常严厉。他自我审查是审查什么呢？
但它同时又出现很多的就是你前面说的错误的信息或者是误导的信息这样子的，为什么这个监管最后没有出现这样的效果？监管它的视角跟这些公司视角不一样，监管的视角是首先我不能触犯政治红线，第二呢不能违反公序良俗，不能太低俗，比如内涵段子被关了嘛，或者是不能有价值观上的问题，比如侮辱烈士啊这种就不能有，对吧？但公司的视角是我在满足这些条件之后，我尽可能的用一些擦边的呀，或者是你说这个软性的色情啊，去吸引用户去留下来。公司的目的，平台的目的还是说我为了更多的收广告费，增加用户时长，而政府的目的就是说我要强监管，我要这个把平台管得干干净净的，但是问题就是说不可能管得都很干净。还想问一下，就是经过这几年的这个思考，你认为中国互联网公司或者字节应该怎么样改变自己？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聊几天几夜都聊不完，就是你让别人改变，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就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好比是说分手了，然后还要说前任哪里不好，还让人改。但如果是让我非要当这个让人讨厌的前任的话，我只想说一点，还是要对员工好一点，因为很多年轻人都是非常有理想有才华的，员工也是人，他不应该被当成一个螺丝。话说回来说，为什么我觉得很难改啊？因为字节的呢，它体量是很大的，包括阿里啊或者这些大的互联网公司，它的 momentum 它的惯性太大了，广告业务太赚钱了。你像去年它赚多少钱，对吧？那超过了阿里，超过腾讯，那可能是中国最赚钱的互联网公司。但是它的盈利模式跟它的价值观是绑定的，你要想改它的这个价值观，想让它变得更好，那就是这个不赚钱了嘛，对不对？可能还是我是比较悲观的，就是它可能已经到了这么大体量了，再让它做什么改变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如果能借这个机会鼓励一下，比如说你在这个行业的朋友或者是同行吧，大家要相信一点，就是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的年轻人能够创造更好的平台、更好的媒体，以及这个更好的社会了。但这个扯得有点远。我觉得一点都不远，而且我觉得这个和前任了什么之类的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因为那是一个私人领域的一个事情。对对。那字节作为一个这么大的公司，你还有中国其他的这种的互联网平台公司，他们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前从业人员来评论他们，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实际上是我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互联网公司的从业人员能来和我来讲他们自己的这些感受。美国前几年因为 Facebook 还有别的一些平台的做法，还是经历过很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讨论吧。这些互联网平台他们对于这个社会对于人有什么样的影响，实际上是有很多很多负面的影响。实际上在中国社会我不认为是有过真正的讨论的。哪怕我们不说政治方面的，哪怕从社会的，从人的成长，从年轻人的成长，从老年人的这种信息的获得，这种对他们的误导，我觉得都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讨论，还是挺值得的。对，我想补充一点，袁丽姐，刚才您问这个问题说我们能做什么，期待字节做什么，我觉得字节的高管或者是管理层或者别的大公司的管理层，你的业务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你其实也不缺钱了，对不对？你如果稍微做一点好的事情，做一点更好的事情，咱不说就是那么高大上的说推动这个社会什么民主啊自由啊什么，不说那么高大上的，你就能够真正把这个抖音里面这些教育的内容鼓励它做得更好，这都是可以做的。而且这个很容易就是能让这个企业的价值观或者是社会形象有显著提升的，对吧？我觉得不是没有做的空间，但是关键就是说你要牺牲这个眼前的利益，但你已经赚这么多钱了，你做点好事不行吗？这个思考还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 Facebook 前几年它是那么被放在火上烤， Mark Zuckerberg 现在也还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之一。是的，是的。你让他改他还是很难改的。说到这个 TikTok， 美国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新闻。我问你一个所有的人都会问的问题，就是说你认为美国国会应该封禁 TikTok 或者强迫它出售吧？为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比较大，但是我尝试用我的方式回答。第一点就是说，字节呢，它既是地缘政治的获利者，也是受害者。对，有中国的这个墙，所以它既可以享受国内这个没有什么主要竞争者，主要是国内竞争者，没有 Facebook， 没有 Google 什么，它又可以享受这个海外的这个民主自由世界宽松的这个监管。你要是说在中国那要禁它，还用9个月1年吗？对不对？可能这个分分钟就禁掉了，一个电话就完了。对呀，对呀，就完就下架了嘛，就断网了，对吧？对，但字节本身呢，它一直试图跟政府保持距离。
因为他被网信办整过嘛，我们私下有同事也在聊，其实有一些在字节比较久，但我不确定高层怎么想，但我们至少私下里感觉到的是，再跟政府保持距离，因为你如果跟政府走得太近，那很容易被西方抓到把柄嘛。我说句实话，我不是太同意，因为字节作为在习近平之下唯一一个长大的互联网媒体公司，如果政府不允许的话，它怎么可能长得这么大，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我觉得早期是野蛮生长嘛，早期就是完全是大力出奇迹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自己竞争出来的。那后来政府就觉得，比如我扶持的东西都做不大，比如说人民网啊什么都不行，那我只能打不过就加入，因为党管一切嘛，对吧？那就是入股啊，入这个1%的黄金股嘛，各立党委嘛。那这个其实自己也想低调处理，他就是既想要这个，也想要那个。所以我是觉得，首先就是他既是获利者，也是受害者。那第二个呢，就是说美国会不会进，能不能出事，我觉得是不可避免的。就是 TikTok 从字节跳动剥离，是不可避免的，它只是个时间的问题。因为本质上它的意识形态的底层逻辑不一样嘛，对吧？你这么大的一个体量的一个社交平台，你可以影响美国1.7亿个人看到什么，不看什么，先看什么，后看什么。这个数据安全的考虑，所有人美国人的脸，你可以拿来做模型啊，对吧？然后政治宣传的这个 propaganda 的这种顾虑，你觉得这些顾虑是有道理的吗？我举2个例子嘛。前阵子议会刚通过第1次的时候，TikTok 做了功能，说这个我们给议员打电话，然后就把这个 app 里面设一个按钮，你点了之后呢，就给本州的议员打电话。然后后来很多议员办公室被打包了嘛，那这个就感觉就像那个1月川普就是鼓动这个造反一样嘛。用国内的话说，就是你这是严重干涉别国内政了嘛。第二个事情就是当年川普在位的时候，那有一个很有名的 case 就是 TikTok 上有美国的小孩去搞那种占座不去的这种活动，川普的竞选或者是什么中期选举啊什么的，我们报名，但最终呢我们不去。川普一到，本来觉得这么多人，后来一看这么几个人，问题就是他没有监管好这个事情嘛，这个也被别人拿出来说过。大背景就是中美是不相互信任的，然后那 TikTok 你两边都赚钱，两边都想要，那只能成为一个牺牲品。那这个本身它也是可悲的吧，或者是也是个悲剧。你在字节和 TikTok 上班的时候，公司里面的调子是什么的？员工私下有什么议论吗？对这个话题，大家就尽量不谈吧，因为很多人其实尤其是借着 TikTok 的机会跑出来的，大家签证啊身份上可能还有一些担心。比如说那很多同事很多朋友去了美国，那 TikTok 给大家办了很多签证嘛，万一这个办了，那很多人签证就没了，就要回国了，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其实这个事情对大家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大家也是心里悬着一把剑，但是也比较忐忑。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从你的角度来说，从这个 TikTok 和字节的前员工来说，你觉得对于美国这个社会 TikTok 对这个社会最大的影响，是因为它是有可能是一个被中国政府最终有掌握的这样子的一个公司一个平台，还是因为它产出的这些内容实际上是在消耗美国人的大量的时间？我觉得更多是前者。对，因为您提到的第二点，就是它对用户时间消耗，对大家的精神健康的影响，对这个社会舆论、传统媒体的冲击，这个 Meta 也有啊，对吧？那个 YouTube 也有啊。所以我说你要立法的话，应该一起都立掉，就是这些都要受监管。现在最大的 concern 并不是这个问题，更大的 concern 就是说，你通过用户的一些喜好去定向投放政治宣传的内容，或者去影响美国的一些政治的取向也好，或者是舆论氛围也好。因为本质上他们讲的说数据安全，我觉得数据安全还好，因为他在美国设了数据中心，对吧？虽然说时不时有报道说中国这个员工能够 access 到这个数据，其实这个也是真的，但是我觉得比它更可怕的、更严重的是，他不需要 access 这些敏感数据，他就能做一些影响力很大的事情。那举个例子嘛，就是川普为什么当选？有人说俄罗斯操纵有这个证据啊，说剑桥分析公司用这个人格心理模型去定向给 Facebook 用户去投广告，那这个也是一个心理学经典案例。当时我记得北师大有一个老师讲课的时候讲到这个案例了。你如果是敏感型的，那我就给你投恐怖的这个广告，可能你就更倾向于投保守的这个共和党嘛，对吧？那到 TikTok 里边，它完全可以用它投广告、投商业广告这一套逻辑，去把用户标签、用户的喜好、性格拿出来，去定向去投一些 propaganda 的内容。我们只能说它有这个能力去做，但它
选不选择去做，或者有没有人强迫他去做，那这个我们是不知道的。但这个恰恰又是美国的政府关心的一个事情。对，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中国政府要 TikTok 要字节在 TikTok 这个平台上做什么事情，他能说不吗？对，他能说不吗？就且不说 TikTok， 那我们看到 Twitter 啊、YouTube 上，甚至 Meta、Instagram 上有大量活跃的这个水军网军，对吧？我们能看到很多的内容，明显是有这个倾向性的，尤其是 Twitter 上，这个已经很严重了。但是你觉得他能说不吗？那就是把刀架在脖子上了，那能说不吗？就是对于一个中国公司来说，其实是很难说不的。如果中国政府跟你要你做什么，至少你可以不管它，对不对？它有大量人工智能驱动的更像真人的这个机器人账号嘛，对吧？那他发的这些内容，我可以不管啊，对不对？甚至他自己有些冷启动的期间，他会自己创造一些原生的这种机器人账号，去陪你聊天。你的意思就是说，至少做到，比如说中国政府派来的这种大量的水军，或者是这种自动生成的账号，它可以不管，他们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越来越有影响力，是这个意思吗？他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他可能能力不允许做，或者他没有这个资源去做，因为他不是底线问题。在他的视角看，他没有到那个最底线的那个安全问题。政治 propaganda 这个东西是比较隐晦的，还是刚才那个例子，剑桥分析公司在 Facebook 上投广告，他也没有违反底线的问题啊。可能它是一个比较模糊的东西，对，它可以是一个广告行为，是吧？那我可以找一个代理人在美国专门干这个事儿，但你也不可能说是这个公司是中国的、在印度的或者哪儿的，不知道。关键点就是这个很隐蔽，但问题就是说拿到大量的用户的标签，那这个标签你在广告投放这个领域已经做得非常的精细，非常的成功了，那你用在政治领域的话，其实是可行的一件事情。但我们希望大家还是不要这么做，或者是说大家能有监管，或者是有一些媒体的实验室啊，或者是大学机构啊，专业的媒体人啊，能够用一些攻防的视角，或者是蓝军，或者是这种白帽子的视角，去把这个东西曝光出来。就比如说现在网络水军也好，或者是内容安全也好，它完全是可以用一些社会化的治理方式去评估出来你这个平台到底有没有害。对，如果有害的话，那就按照每个地区的法律去禁掉就好。是。我来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吧，你推荐年轻人进入这个行业吗？就是比如说我大学毕业，研究生刚毕业，你推荐他们进入这个行业吗？为什么？我觉得分两块吧。如果是留学海外的话呢，我觉得人工智能这个或者计算机这个领域还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行业。比如现在 OpenAI 的应用以及它的安全治理，比如怎么样搭建一个更好的专业的媒体平台啊，我觉得这都是值得去学、值得去做的。但同时呢，我觉得其实你去学习这个什么工程类呀、艺术类呀、传媒的，再加上一些计算机的课程，我觉得会更好。就是不只是说你只是学这个计算机，因为你学计算机可能我们讨论过没有 empathy 啊，或者是这个不了解业务、不了解媒体的运转机制啊，去搞这种大力顺息机的事情，对不对？我觉得你还是要学点别的，再学点这个信息技术或者是人工智能的技术，把这个技术 AI 啊什么的，在各行各业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专业化的组合。对，这是海外的这条路。但我觉得如果在国内呢，我个人建议是选择目前这些互联网的大厂是要十分慎重的，不要被表面的这些光鲜啊，然后高薪啊迷惑。最主要就是你要遵从自己的这个内心的喜好跟价值取向。我建议是找一个更长期的事情做，而不是就是看我这个月挣多少钱啊什么的。长期是一个什么事情呢？比如说，因为现在年轻人说我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都找不到工作，能找到一份工作，能进大厂，那简直中了彩了一样的感觉。对，但我觉得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但如果你有选择的话，你有不那么赚钱的，然后你稍微更认同一点、喜欢一点的事情呢，能做得更长时间，我觉得这是更好的。因为我举一些现实的例子，比如说互联网公司都面临着35岁这个坎儿。那之前你也做过采访，说为什么35岁失业？其他行业也有，但至少我认识的很多程序员也好，或者是技术相关的这个人员，他要么就是说润到海外嘛，海外这个年龄歧视比较少，要么就是转行就不做这个事情了。因为你到了35岁或者30出头吧，你可能也不想加班了，每天干到9点10点，然后还这么内卷，文化又这么有毒，对吧？我觉得对人的这个身心健康是一种严重的侵害吧。我插一句吧，我觉得至少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我做这个工作的意义在哪里？对，我觉得国内有一个平台我特别喜欢，就我相信很多年轻人也知道，就理想国的那个品牌以及看理想的这个 app， 我觉得他们是整个现在互联网公司的这个里面的一股清流吧。
对，包括小宇宙啊这些，可能它的调性上还是不那么喧嚣，不那么那么的大众，那么的嘈杂。你的意思是说，其实还是有一些还不错的，有一些底线的这个 app 也可以去看一看。我们要每一位嘉宾推荐3部书或者是影视作品，你有什么推荐？我第一部想推荐的是 Netflix 的纪录片，叫 The Social Dilemma， 中文叫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那这个电影其实科普了主要是海外的美国的互联网公司的一些背后的一些不太能见光的点吧。对，也就是如何利用人性赚钱。那他没有提到 TikTok， 但是我觉得是有一些共通的点。那有一本关联的书籍叫 Digital Minimalism Choosing a Focused Life in a Noisy World， 这本书是 Cal Newport 写的。他讲就是智能手机跟社交网络怎么样对人的心理健康造成巨大的危害，以及有一些比较 practical 的一些方法，教你如何摆脱这个危害。第二个是想推荐的是哈佛大学教授 Michael Sandel 的成功的反思然后他的英文名叫 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 这本书我觉得对我影响比较大，就是他系统讨论了这个 meritocracy， 就是精英政治的来龙去脉。因为现在就是西方社会也好，中国社会也好，变得越来越割裂，很多精英呢，或者所谓的精英呢，他就是不太管那些别人的死活，无论是把别人当成赚钱的工具，还是觉得自己是人上人啊。对，我觉得怎么样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大家应该做哪些事儿，这本书提供了一些答案或者是思考的这个方式。最后还想推荐一部电影，因为前2本书觉得有点太批判了嘛。那最后一个是这个蜡笔小新的一个大电影，它叫《功夫小子拉面大乱斗》。影片我觉得就是给 TikTok 量身定做的，但中间这个电影里有一句话，就是在公共场所里剧透是邪恶的。对，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看一看。挺好，我挺想去看一下的。好，谢谢 C 先生，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